怎么发现被抄的呢？其实不是我先发现的。好，2025年的最后一天，咱们3个坐在一起，本来是想聊一聊这一年工作上的一些成绩呀，一些总结呀，展望一下2026年，对吧？但是没想到今天要谈一个让人觉得有一点沮丧，然后又让人生气，同时还会让你们有点兴奋吗？我有一点点兴奋。这个话题，对，是什么话题呢？那我就把这个话题引出来吧。咱们仨有一个很棒的课程，最近发现被抄袭了。又喜又悲，又喜又悲。喜从何来？你为什么觉得这是一件会让人感觉有一点小小的兴奋和开心的事情？就证明咱的这个课程好嘛，对吧？就是它是高质量的，它是好的课程，所以他才想着抄咱们的啊，觉得有可取之处。悲就是他抄了咱们的，他还不承认。他还狡辩，对吧？还狡辩的。然后现在还偷偷把那个很明显的那一个页删掉了。就是从他那个课程的宣传页，对，他去掉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心虚了，是这个意思。对。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课程，对吧？这个课程是我们3个去年年底，2024年底上线的所以这个都是有迹可循的。我们去年就是年底还有年初都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宣传过，所以肯定是我们先上架的这一套课程。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为了这套课程在准备的期间确实做了很多的努力，对吧？记得当时还经常在微信上讨论呀，然后去对一下就是进展啊，看一看都做到什么程度了，有的时候还会讨论一些比较具体的语言点呀、生词啊的那些讲解，开会呀。怎么发现被抄的呢？其实不是我先发现的，是我发现的。就是那天我是刚刚发了一个 IG 的 reel，然后我就刷就看到咱们的这套课的那个广告啊，我就也没多想，因为我肯定以为是咱们3之一可能又发了个帖子说啊，咱们这个 Learn Chinese through TV drama， 对吧？结果定睛一看，不是，是另外一个人。然后我就发现他的，我就很仔细的看了看他的那个整个页面的1、2、3、4、5步，跟咱们的课程一模一样。来，我们上这个对比图。当时其实我是想要作为一个趣事儿，就是刚刚我分享的那个心情。我很惊讶，很兴奋，哟，咱们的东西被抄了，这说明咱好啊，对吗？你这个反应怎么跟一般人不一样的？这是我的第一反应，然后我就赶紧截了个屏发在咱们3个人的群里，我说看，跟咱这是不是一样？对，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左面是原版，是我们做的，然后右面是这个抄袭者做的，所以你如果整个看它的架构就是一样的，对吧？不管是步骤呀，还是这个页面的排版啊，对吧？就是一样，它其实就是换了个说法，但是如果你仔细去对比一下，就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就是第一步是干嘛，第二步是干嘛，其实就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你不管是看中文还是看英文，就是一下子你就能明白谁抄了谁，对吧？就是如果他说这是巧合，对吧？这是巧合啊，我也是教中文的，然后我也设计课程就设计成这样，我觉得不可能，你不可能完全100%的这整个的步骤都是一样的思路都是一样的。就这个用电视剧教中文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你不可能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相似性这么高，对吧？露娜怎么想？露娜当时看到什么反应？我当时还在国外，我还在泰国。我当时看到之后，我本来在外面很开心，然后我一看，我当时
第一反应不是开心，第一反应是很生气，因为我觉得哇，我们的心血真的是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开会聊天去沟通，然后怎么做，然后包括这些每一个步骤都是我们去想过很多遍啊，怎么做对学生是最好的。然后哇，居然现在有一个人来抄袭这些东西，然后我的第二反应才是和金老师一样，我觉得哇，那说明我们的东西很好，他想抄我们。对，但是我会觉得你模仿是可以的，我们其实非常欢迎，就是更多的老师能够用心去做一些自己觉得好的内容，自己觉得对学生有好处的内容，但是没有想到就是会直接被抄袭这个事情。对，我觉得模仿归模仿，但是你不能模仿出一个完全一样的东西，对吧？你总归要加上一点自己的思考，自己新的设计，创新的东西，你不能完全一样。所以这件事情确实，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生气，我没有一点点开心。后来是别人安慰我，甚至前2天我不是在 Instagram 发了一个视频吗？是有一个粉丝在下面留言安慰我呢，还说，这说明你们的东西好。就他过来安慰我，然后哎呀，但是我因为我是发起者嘛，对吧？就一开始，虽然我们做整个课程是2个月，但是其实这个想法我大概构思了可能没有半年也得有4-5个月，就是我就在想，对，我就是我脑子里一直有这个想法，就是因为我得把这个东西在我脑子里已经形成了大概的一个画面，我才能知道我怎么能把它落地，能做出来。所以不是说我想到我就能做，真的是需要构思，然后以及去想一想中间的某些逻辑，以及你选什么样的电视剧，对吧？然后什么样的电视剧是适合学习的？因为现在电视剧很多，但是大部分学生看电视剧，它更多的是为了娱乐的，它可能达不到学习的效果。对，所以我们选的电视剧，包括片段什么的，都是经过我们深思熟虑去选的合适的片段，一些特别实用的短语呀、词汇呀、表达呀，对吧？所以就是我当时看到真的特别生气，特别生气，然后我就马上那天我就发了个小红书嘛，结果没想到小红书的这个推送机制这么精准，然后他马上就看见了。我最生气的时候还不是最开始看到他的那个 post 的时候，是你发了小红书以后，他在下面的那个回复，他的那个态度是让我最生气的。就是比如说咱们课程特别好，他觉得这种模式这种形式特别好，他也想做，我觉得完全没问题。他其实可以大大方方的，就是比如说就像咱们拍视频一样，我们可以写个 credits to somebody， 对吧？就是说也非常感谢谁啊，我觉得这种形式特别好，也学习到了很多。他不但就是没有这种感谢的这种言语，就是我们指出来以后他还不承认，就是这种态度是让我气愤加伤心吧。还有一点，因为都是一个圈子里的老师，对吧？就大家平时也经常看对方发帖子，就是一个感觉很熟悉的人，就是突然一下扎心了老铁的感觉。对，我也有金老师这种感觉，因为其实那个老师我也关注了他，我也关注了。对，大家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是一个行业的，对，大家互相学习，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我们其实也非常想要多沟通，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想法，你可以来沟通，来跟我们了解，对吧？然后做出你自己的东西。然后他发的这些狡辩的话，甚至我觉得就是他的态度是很恶劣的。对，所以就是忍不住想去怼他，真的忍不住。对。其实我当时看到他回复我的那些话语以后，我就感觉这个人他做事情他的出发点就不对。就如果他看到我们就是曝光这个事情，对吧？他可以先私信我，他
他是公开的，直接在我那个帖子下面的留言，就大家都能看到。然后呢，而且就是明显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他那个态度，就是一不承认，二狡辩，三他还说是我的问题，对不对？他还说什么我把那些这个行业的比较就是有名的老师拉过来，还站队什么的。我当时就说，我说你在说什么？就是你到底在说什么？就本来这件事情就已经让人很生气了，然后他那个态度就更让人气愤了。然后我就开始就觉得他做事情的这个出发点就有问题。我当时想的是，你如果觉得我们的课程好，你可以比如说 Instagram 上找我也好，小红书上找我也好，你可以跟我合作，对吧？就是我现在想做另外的几个电视剧，可不可以一起合作？然后做好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宣传，一起推广，那不就是一个共赢的事情吗？对，如果他能这样做的话，我觉得是不是会对我们就是这个教学上以及整个行业的发展会更好一点？他不但就是没有这样做，他还偷偷摸摸的就给抄走了，然后抄走被发现了还不承认，还狡辩。对，所以这个事情格局小了。真小吗？这没有格局吧？没有格局。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出发点它就不是站在想要为学生服务的角度。我觉得因为这个事情我跟我男朋友说了之后，然后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观点，就是说你们做这些课程内容就是想做出来好的教学的东西给学生给学习者，但是这个抄的人呢，他就是想赚快钱，他只是走捷径。对，走捷径，他就是想用一种快的方式去，说白了就是尽快的赚钱变现嘛。然后这一点其实我当时没有想到，但后来我一想，我男朋友说好像是挺有道理，再加上他后来在小红书上给我回复说什么，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是为了流量和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说我没有想过为了流量呀，他自己说的他是为了流量了，所以这个不就是印证了我男朋友说的那个观点吗？就是一致了。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也是想粉丝越多越好，但是呢我们肯定要做出来好的内容，好的教学的课程，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信任，得到学生的支持， 对吧？你说你如果出发点就是错的，那你长期怎么在这个圈子里面去做呢？怎么长期的发展呢？有一点点急功近利吧。对，急功近利啊，这个成语很好。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多时候人们都有点急功近利，就是可能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可能过程没有那么重要。对，有很多人的观点可能是这样。回到咱们是老师，不管是咱们教也好，还是学生学习也好，那么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回过头来看，往往急功近利的话，会发现其实这个结果反而没有那么好啊。那么如果我们不着急，我们愿意慢慢的脚踏实地的，我们学习也好，我们教课也好，其实往往就会发现那个结果自然而然会是很好的一个结果。对，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俗语吧，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说的对。对，就是你真的有的时候越急，对吧？你可能就越做不好。现在就是整个环境的影响吧，都想让人们快一点，快一点赚钱，快一点得到一个结果。所以真正能塌下心来，就是慢慢的去钻研一件事情，把一件事情做好的人，其实这样的人就真的很难能可贵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三个就还算是在这一行就是坚持，就是做一些东西出来的老师。所以当看到一些急功近利的呀、走捷径的这些，就肯定会很气愤。
特别是还跟我们自己的，怎么说它是损害了我们的利益啊，对吧？你想想，肯定是损害到我们利益了。对，所以说到我们当时付出的心血，就是我记得我们开会开好几次，然后讨论了选哪部剧，什么类型的剧，然后怎么选对话，然后还有具体的学习步骤，对吧？然后还分配，就是一个人负责2部剧。我记得当时咱们好像还从头到尾还把剧看了一遍，就是因为你得每集里面选嘛，你不能随便瞎选剧，有的是以前看过的，然后就又看了一遍。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就是思路是说选一些不同的类别，对吧？就是关于什么亲情、爱情，什么职场，对职场，什么女性个人成长，然后还有悬疑的。对，悬疑的，然后现实题材的，对吧？就都有。然后当然也是选了几个可能大家就是熟知的剧，比如说《以家人之名》，前2年在海外还是挺火的。然后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悬疑剧嘛，我们一开始选的是那个《漫长的季节》，后来换了，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剧情很好，剧的质量也很好，但是里面因为有方言。还有就是有一些话，对吧？是那个不是普通话的那些用词，所以我们就给换成开端了。当然开端也是一个前几年非常好看，非常好看。今年还有一个第2部我也看完了不眠日那不算第2部吧？姊妹剧、姐妹剧吧，算是男主角还是一样的，对吧？跑题了。对，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这些剧不是随随便便的说看哪个剧火就选哪个。对，而且还会考虑一些和中国文化有关系的一些东西。对，我们就随便打开一个吧。就是当时其实我们中间讨论这个步骤的时候，其实是考虑到不能只让学生看或者听，一定要让他们有自己的输出。所以我们就是输入输出这样结合在一起的。这里其实在 instruction 里面也都写出来了，就是说你看了学了以后，你还得自己去练习说，对吧？这一步是最主要的学习的那一步。一些表达呀、词汇啊、结构啊什么的，然后后面就是还有你要自己再看没有字幕的版本，对吧？然后还有口语的练习，所以这些都你看着好像是挺简单的，但是这背后都是我们讨论过的，所以你说这被抄过去完全跟我们一样，你说是巧合怎么可能呢？我还记得咱们做那个思维导图的时候，那个思维导图的时候，咱们那一大片，我妈呀！是的，而且在做的过程中也有调整，有过调整好几次。我们开会的时候，对，就是小到格式，对吧？格式，然后对，颜色，然后每一步有什么一些很小的点，这个都不是随随便便的。就这个导图，当时那一个白板上全是这个东西。对，还有就是我们里面这些视频，虽然都是同一个片段，但是每一个视频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有字幕的，有的是加了那些重点词汇高亮了的，对吧？有的是没有字幕的，遮掉字幕的，然后还有最后一步的那个练习，是让他们自己去配音的。我们还把那个还有习题呢，对，还把那个某一些人的那个声音抹掉了，对吧？对，是没有的，一个人的声音有，一个人的声音没有，所以这个都很花时间的。这个东西 AI 都做不了呢，现在是不是能做？都是，当时还做了，可能可以，当时还不行呢。对，去年我觉得咱们那一两个月的每天的状态就是每天就在剪，然后写总结，对。然后眼睛很花，看一个视频看好几遍。对，有的时候那一集就看进去了，就开始看那个剧了。对。
过程也是蛮好玩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这个确实是我们付出了很多心血的。就是我们这期讨论这个话题，也是想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确实是在认认真真做这件事情，所以就是不要让那些抄袭者得逞。对，真的是，对，能看得出来这个质量，3个人用心去做，和如果1个人你去抄，短时间内它一定是不一样的质量。对，比如说拼写呀，还有一些单词都写错了呀，天哪，就非常明显的错误。我们的这个都是很宝贵的，对吧？经常有这个词，很宝贵的，多么实用啊！我们选的这些真的都是很实用的东西。那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我们自己的这个经历，这个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就是被抄袭的这样的经历。但说实话，其实现在这个网络环境啊，特别是在中国，这个抄袭和被抄袭的事情真的是太普遍、太常见了。就是很多创作者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被抄袭。所以你们觉得为什么这种事情这么普遍？我觉得是首先在国内，咱们对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的这个宣传，第一，我觉得可能是不太普遍；第二，是因为不太普遍，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意识并不强。有的时候可能说你的一些行为举止已经是抄袭了，但是自己完全不知道，就是完全自己不自知，或者是我们的东西被抄袭了，他也没有那个意识，觉得想要去保护它，就觉得好像就这样，好像大环境就这样，我也可能想不起来需要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就是我觉得这是咱们国内大环境下比较缺失的一个，是这种意识的一个普及和宣传吧。法律意识，对，对，真正到执行层的时候也是有一点难，有些障碍，对，障碍还是挺大的。所以你要不你就是提前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你说我就已经申请了这个著作权呀，我有我这个版权，对吧？但是很多人，你像我们是在网络上创作这些内容的，我们不是真的去出版了一本书啊、教材什么的。那有的时候就想，那我在网上做的这些东西怎么申请呢？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说白了，就是有点怕麻烦，因为你想，你还得自己去查这些事情，然后还得一步一步去申请，然后还得花钱。对，这个过程是很麻烦的，费时费力的。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很多人他可能自己创作出来的东西也没有申请这些著作权也好，版权的保护也好，那就让人就是趁机可能就反正你也没有这个版权，那我就抄走了，对吧？这个就是很多因素在一起，所以就不知道其他的国家情况会不会好一点。是不是西方国家他们对版权的意识会更强？所以我们也是想问问大家，我们的粉丝、我们的观众，就是在你的国家，就是对版权呀，对这些创作者的作品是怎么样保护的，对吗？有没有这方面的法律肯定是有，但是就是看这个法律是不是真的能保护到创作者的权益。还有就是如果你的作品、你的成果被侵权的话，是要拿起法律武器去保护自己的话，是一件比较容易做的事情吗？还是说也是像我们一样，在中国是障碍比较多的？对，我们也想听听大家分享，就是你们的国家的情况。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对，让我们也学习一下不同国家的法律。如果正好有律师朋友，那就最好了。所以感觉通过这个事情，对，我们也很希望网络上的所有想要学习的学生能够擦亮你们的双眼，然后支持原创，真正的找到用心教学的老师我们负责任去做内容的老师。对，希望大家都可以收获到真正有用的东西。
对，谢谢大家的支持，因为我在 Instagram 上发了一个短视频了，已经收到一些粉丝的反馈了，真的很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也会继续做更好更有价值的内容，继续陪伴你们学习中文。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谈话就到这里啦，希望你们学到了一些有用的表达和词汇也了解一下我们近期发生的一个事情。最后祝大家2026年一切顺利，可以实现你们的目标。我们就下次见啦，下次拜见，拜，谢谢观看。